木朗玛峰，地球最高点，万山之首。从喜马拉雅到喀拉昆仑，一座座山峰耸峙，构成了地球第3级的壮丽景观。山让中国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。超过9000米的垂直落差，使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元的景观与物种。山区占这个国家国土面积70%以上，160多条山脉纵横起伏，构成了中国地形的骨干。群山之中，隐藏着自然的秘密。陡峭的高山上，生活着职业攀岩家。岩羊在近乎笔直的悬崖峭壁上，也能如履平地。攀爬是岩羊躲避天敌的秘技，它们在危险中寻觅安全。小岩羊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，才能够掌握在悬崖上行动自如的技巧。春天是喜马拉雅的亲子季节。这是一个雪豹大家庭，3个孩子刚刚可以跟着父母四处走动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1岁的小雪豹就要掌握捕食技巧，3岁之后，它将独立生活。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雪豹必须和猎物一样善于攀爬。但小雪豹还不懂得隐蔽的技巧，高山之巅，暗藏杀机。岩羊摆脱了年轻的猎手，真正的危险却来自空中。金雕翼展超过2米，可以轻松掠走小岩羊。
着夜色，雪豹家族终于有所斩获。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来源，这只岩羊可供这个5口之家10天之用。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，依然有大型野生动物能够生存。金色野牦牛，全世界最稀有的野牦牛种群，数量不超过50头。野牦牛是青藏高原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。夏天，它们的活动区域甚至会到达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处。山脚春暖花开，而在雪线之上，是一片酷烈荒凉的景象。北山羊最醒目的是公羊的2只长角，它有着丝毫不亚于岩羊的攀登能力。海拔4000米以上是北山羊的领地。隆起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大地一分为2。天山北麓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带来充沛的降雨，最高降水量达到2000毫米，接近亚热带地区。这里是中国最好的草原之一。天山南麓，却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，极端最小降雨量甚至不足10毫米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，一山之隔，2个世界。夏尔西里是天山山脉一处秘境，一直与世隔绝。这里保留着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。山路的草原是食草动物的乐园。狍子，小型陆科动物，曾经遍布北方山林，如今已经难得一见，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夏尔西里。草原之上是茂密的森林，
食草动物一旦受到惊吓，就会飞快地逃进这座天然的避难所。夜幕降临，夏尔西里还会有神秘动物出现。这就是天山马鹿，有着独特的习性，昼夜迁徙。白天，它们登上3000米以上的高山，躲避蚊蝇叮咬。夜晚，它们下到山路草原，这是天山马鹿主要的进食时间。草地上，一场特别的聚会已经开始。流水把土壤中的盐汇聚到山下泥沼，那是狍子和马鹿生命中最短缺的物质。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，临近夏季，山顶气温仍然接近0度。山的高度创造出不同的气候环境，也造就了垂直分布的多元生态。此时，山脚下的四川盆地，气温已接近30度，喧嚣热闹。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林里，寂寥静谧，绿色才刚刚萌发，气温回暖，血雉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儿。积雪甚至还未融化，高山杜鹃就已经开放。低温中开放的杜鹃面临一个难题，很少有昆虫能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生存，谁来帮自己传播花粉呢？杜鹃花自有一套，它用丰富的蜜汁吸引了新的帮手柳莺。这种小型雀科能像美洲的蜂鸟一样为植物传粉。云南景东无量山，横断山脉的一支。这里山体陡峻，因为丰沛的降雨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切割，高山深谷使得无量山难以进入，与世隔绝。无量山的原始森林之中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动物，它们像风一样来去无踪。西黑冠长臂猿，当地人有一个形象的称呼——蜂猴。长臂猿是类人猿的一种，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超过1000只，珍稀程度堪比大熊猫。长臂猿在高处生活，它们臂长超过身高2倍，强壮有力，完全靠双臂在树冠层活动。
长江三峡，两岸的猿啼，曾经伴随着古人的旅程。1000年前，长臂猿广泛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，现在它们的领地已经退缩到西南地区和海南的偏僻山地。高山深谷为这种人类的近亲提供了最后的庇护。悠长的鸣叫是长臂猿社会独有的语言。猿啼声在高山峡谷中经过一次次的反射，传递距离能达到5公里以外。通过鸣叫，长臂猿社会发布警报，协商行动，交流情感。雌性长臂猿长着独特的金色毛发。长臂猿社会以母系为中心，有着稳定的家庭结构，由母亲或者祖母担任核心和首领，还包括2到3只雄性成员，4到5只幼崽，10只左右长臂猿组成一个家庭。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无量山，能够成为长臂猿最后的庇护所。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间的茂密森林，树叶、嫩芽、果实，甚至花朵，都是长臂猿最喜欢的食物，为它们的日常活动和繁衍生息提供必要的能量保障。食物易得，它们有更多的时间嬉戏玩耍，交流情感。黑冠长臂猿是中国唯一的类人猿，这种聪慧而强壮的动物几乎没有天敌，是西南地区的山地之王。在发情季节，雌性长臂猿主动发起求偶，先是为对方整理毛发，然后有节奏地晃动头部，动作幅度越来越大，这是它独有的爱情舞蹈。栖息生境的缩小以及繁殖率低下，是西黑冠长臂猿濒危的主要原因。
白山，东北地区最高峰。山顶有中国最深的湖泊，湖底是处于休眠期的火山口。长白山山路的针阔混交林保存完好，是东北亚最典型的森林类型。林蛙，生活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的两栖动物，对于气温变化有着敏锐的感觉。9月，树叶开始变黄凋落，林冬将至。林蛙必须行动起来，在大雪封山之前找到合适的冬眠场所。在8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里，要找到越冬之地，林蛙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充沛的体能。红松，针阔混交林里的优势树种，高达30余米。秋天，巨大的松塔如炮弹一般从天而降，林蛙的道路充满风险，一旦被击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成熟的松塔将成为森林运转的核心。松塔里的松子透过厚厚的皮壳，散发出强烈的香气。这是花栗鼠期盼了1年的美味。优质丰富的松子是它度过寒冬最重要的储备。花栗鼠被香气召唤，飞奔向它的目标。然而，有人捷足先登。秋天，富含热量的松子是森林里许多动物竞相追逐的美食。这是森林里的庞然大物——野猪。饱餐之后，野猪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花栗鼠的机会才真正到来，它可以从容享用眼前的松塔。红松松塔结构独特，皮壳厚而坚硬，即使从30多米的高度掉落，也不会摔破。花栗鼠的尖利门齿就是打开松塔的专用工具。它两颊的颊囊可以塞进很多松子，用来将劳动成果搬运回洞穴，埋藏起来，
作为冬天的口粮。秋天是丰收而忙碌的季节，森林居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冬天做着准备。这是一条水流缓慢的小溪，上面覆满了落叶。冬天封冻之后，落叶和淤泥将会在坚冰之下营建一个相对暖和的小环境。花费了大半个秋天，林蛙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冬眠地。针阔混交林是中国东北山地的主要森林类型。长白山的森林里生长着近600种植物，乔木、灌木和草本构建了动物们食谱的基础。复杂的环境养育了丰富的动物群落，这里是天然的生态博物馆和基因库。花栗鼠忙碌了几个小时，是时候犒赏一下自己了。中午时分，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冠，直射到地面上。这是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。一觉醒来，花栗鼠发现有什么不对，另一只花栗鼠正在偷吃它的松子。
整个秋天，花栗鼠储存的食物将超过冬季消耗的1倍，1半以上的松子会遗忘在它们的仓库里，进入土壤，等待发芽。不经意间，花栗鼠成为红松的播种者。第一场降雪覆盖了长白山的原始。长白山是中国东北降水量最大的地区。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和太平洋上的暖湿气流在长白山上相遇。入冬后，大雪一场接着一场，长白山的原始森林进入寂静的世界。森林掩藏生机，等待下一个春天的来临。呼伦贝尔北面，大兴安岭，中国最北方的森林，也是中国的寒极，最低气温达到零下52度。冬天，森林里的鄂温克人回到山下的定居点，把他们驯养的驯鹿留在林中自由来去，重回野生状态。广袤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南有大象、北有驯鹿的国家。冬季的大兴安岭一片寂静，兴安落叶松的松针在秋季已经脱落，阳光直接照射着林间白雪。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原始森林，也是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分水岭。50年来，大兴安岭出产的木料达1.3亿立方米。如果修建1米见方的围栏，可以绕地球3圈。
生命总是在意想不到的环境中繁衍生息。夜幕降临，森林中出现了动物明亮的眼睛。森林中的积雪是固体水库，大兴安岭降雪时间超过半年，为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提供充沛的水源。在风雪中，黑嘴松鸡保持着警惕。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是它们的主要栖息地。冬天食物缺乏，黑嘴松鸡要尽量减少消耗，为春天积攒体力。积雪融化，春天即将来到这片海拔1000米的森林。林间的绿色还未萌发，动物们已经开始响应季节的召唤。残雪尚存的森林里，黑嘴松鸡跳起了风格别具的求偶之舞。春天来临，雄性黑嘴松鸡开始了它的爱情马拉松，求偶之舞将持续40天左右。它们的舞姿和叫声是吸引雌性青睐的关键。
这是孤独的舞蹈，雌性黑嘴松鸡并未现身。表达爱情可能会带来极高的风险。紫雕闻声而至，他是爬树高手，急需填充一整个冬天的饥饿。迷醉于求偶舞蹈中的雄性黑嘴松鸡，是最理想不过的捕猎对象。就在紫雕发起致命一击的那一刻，黑嘴松鸡逃脱了。经过了1个月的舞蹈歌唱之后，雌性黑嘴松鸡终于出现在枝头。天赐良机，不可错失，雄鸡更加卖力的舞蹈。一场决斗已不可避免。试探、接触、挺身争斗，他们试图用自己的舞姿打动枝头的裁判。中国素以盛产雉类著称于世，在全世界276种雉鸡中，中国有56种，其中26种是国家珍稀保护动物。雉类是举世公认的最美的鸟类。胜利者终于产生，他羽毛凌乱，脖子上伤痕累累。但他赢得了最好的奖励，雌性黑嘴松鸡来到胜利者身边。山地
陆地上高陡的隆起地貌，形成特殊气候。山地系统复杂多样，影响生物的分布和功能。在14亿人口的国度，山地创造出了一个个秘境，成为生灵万物的庇护所。古老的物种，奇异的故事，在群山之中世代相传。